中东阿拉伯世界当下化干戈为玉帛，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大手笔的斡旋与劝和。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阿拉伯9国达成一致的声明，表明在中东，中国赢了，美国输了。据法新社报道，正在沙特举行会议的阿拉伯国家外交官们举行了旨在缓解大马士革孤立状态的会谈之后，于15日发表声明，一致认为阿拉伯世界必须在斡旋解决叙利亚战争的努力中发挥领导作用。参加这次会议的阿拉伯国家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的6个成员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还有埃及、伊拉克和约旦。报道援引沙特外交部15日上午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他们强调了阿拉伯世界在结束危机的努力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性。他们还讨论了发挥这一作用的必要机制，并同意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磋商，以确保这些努力取得成功。最让美国头大和沮丧的是，这次会议研究了恢复叙利亚在阿拉伯联盟中被暂停的资格的可能性。这就表明，叙利亚在被阿拉伯国家孤立了10多年之后，将重新回到阿拉伯世界的大家庭里。这将为叙利亚带来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西方媒体说，这一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2个月前的地震。地震引发了中东国家对叙利亚的同情，把那些犹豫不决的中立国家往叙利亚身边推了一把。但事实真是这样吗？非也。这不过是西方媒体在竭尽全力自我安慰，因为中东阿拉伯世界当下的化干戈为玉帛，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大手笔的斡旋和劝和。叙利亚被孤立，伊朗被孤立，是谁干的呢？全都是美国干的。海湾战争之后，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确定了其在中东地区的绝对影响力。由于伊朗和叙利亚一直与俄罗斯关系极为密切，与中国关系也很密切，伊朗与叙利亚之间的关系同样很密切，于是这2国就成了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扬言要采取军事行动。但苦于畏惧中俄2国的原因，所以有贼心没贼胆。于是美国一直致力于对这2个国家发动颜色革命，下大力收买2国的反对派，策划了一次又一次的内乱。伊朗挺住了，但叙利亚没有挺住，发生了内战，迄今已经10多年。美国还派遣部队进驻叙利亚，支持反对派武装，甚至叙利亚境内的一些恐怖组织，试图利用他们推翻叙利亚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还策动了多个中东阿拉伯国家孤立叙利亚。但现在这些国家突然要与叙利亚改善关系，并致力于调停叙利亚内战了，这可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甚至是愤怒的。但有用吗？就像伊朗和沙特在北京宣布2国恢复外交关系一样，美国除了攻击中国是为了一己私利之外，还能怎么样？后来还是不得不为了那个虚假的牌坊，不得已改口说欢迎这样的局面。同理，这一次中东9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在停止叙利亚内战发挥领导作用，并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幕后也是中国的和平努力。这简直就是给了美国重重一击。这更标志着美国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影响力。这一切表明，在中东，中国赢了，美国输了。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